你很会揣测人心，比我想的还要厉害。姐姐客气了，毕竟我可是妹啊。不过你也比我想象中聪明很多。我本以为你刚到宫门，环境生疏，第一晚就莽撞的夜行刺探，非常不妥。现在想来，你其实早就算过了吧？当初公子羽带我们离开地牢的沿路，你其实就已经掌握了宫门夜晚巡逻的动线。大婚前晚，所有女客都会早睡，谁都不会打扰新娘，是夜行刺探最佳时机。若不是当晚值任遇难，你的行踪根本不会暴露。哦，对了，当初你故意从新娘队伍里逃脱，也是为了引起公子羽的注意吧？毕竟公子羽第一次来地牢的时候，眼里可只有我呢。你假意逃脱，让他来追你，然后又故意拿了他的宝贝面具不还他，让他再次来找你。姐姐真厉害。我没有你想象的如此精于算计。上官姑娘不用太过高看我，我只不过不想在半月之期到来之时，两手空空去见寒鸦而已。谁都不想，是谁都不敢。喝下这个，你就是真正的吃鸡了。别叫，直接咽下去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虫卵，是复古之影的虫卵，也叫做半月之影。用它制成的毒药，名为死士。意思是誓死效忠无方。这是魑魅魍魉的专属毒药，喝下它，复古之影会在你的体内寄生。平日里倒不会有什么影响，就是每隔15日必须要服一次解药。这次进宫门，不知道多久能回来了。你是否得把死士的解药都给我一点？每隔半个月，会有无风的人在旧城山谷的镇上和你们接应，有收获就有解药。后面的话你不用说了，我肯定能拿到解药，你放心。而且，从吃到妹，我受过的苦还少吗？这些蚊虫鼠蚁，我才不会放在心上。不管多痛苦的折磨，我都受得住。你受不了，相信我。你受不了，所以一定要在半月之营的期限到达之前拿到重要情报，或者做出让吴峰满意的事情。林微山，你要去哪儿？把现在得到的情报和消息，你要怎么传出去？我会试着放几盏河灯。
等等，河灯？谁大白天的放河灯啊？金凡，你把河灯捞起来后去上游找人，如果找不到，就来下游找我。下游？为什么要去下游追？姑娘，姑娘，云为山姑娘，云为山姑娘。为山，果然是你。不在房间好好待着，却往宫门大门方向走，所为何事？我想出去。第一次从大牢把你们带出来，你就独自离开，想要闯出去。当时我还以为你只是因为害怕想要逃走。可如今刺客已经找到，风波平息，你还想要出去，到底是为何？我本就不想嫁入宫门，是母亲逼我的。不能放！执任大人，河灯里有字。云为山，河灯里写这么多字，是想让河灯漂流而下，把这些信息传到宫门之外吗？我会试着放几盏河灯。你当宫门人是傻的吗？传出去谁来接应？若是河灯被捞起，里面的信息必定暴露无遗。对，就是要暴露无遗。不是没喝我的茶吗？怎么和江姑娘一样，脑子也傻了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主动暴露。你训练过的。我明白了，在遇到暴露身份的危机之前，主动暴露一些并非致命的信息，皆隐藏真正的计划和身份。没错，宫家的人虽然都很聪明，但这是所有人的心理惯性盲区。就像郑小姐主动暴露身份一样，一旦宫门的形成，刺客已经被找到的潜意识，那真正的刺客，你和我，就安全了。陈小姐也许不是自己主动想暴露的，对于吴峰来说，他的死正好只是他们想要的结果。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死，都只是他们想要的主动暴露而已。万一郑南一他就是那么伟大，就是愿意牺牲自己呢？山势很急，水流很快，放完赶紧回来。不，我要往下游走。我明白了，你的目标自始至终都是执刃，并非宫焕宇。而此时此刻，宫门的执刃，公子羽平日里看起来游手好闲，但就我和他短暂的接触来看，他远比别人看起来的要聪明。
他一定会顺着江姑娘中毒的线索查到女科院落，也一定会重点调查同样中毒的我。沿河而上，是来这里的必经之路。我要让他觉得他和我是偶遇。你是想让他觉得自己和你是命中注定吧？你这么聪明，怎么才是个痴啊？只不过我获取的所有资料，都是他哥哥宫焕宇的脾气和喜好。这些是我们收集到的宫焕宇的信息。就这些？就这些，尽力了。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没有写在上面，比如宫焕宇有一个弟弟叫公子羽。公子羽，有他的资料吗？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他不重要，你把精力都放在宫焕宇身上。宫焕宇是宫门的少主，也就是未来的执刃，在他身上才有你需要的东西。对于公子羽，我几乎是一无所知。公子羽早年丧母，所以性格乖戾，不学无术。长大之后，整日饮酒作乐，贪嗔大起。公子羽和他父亲的感情并不好，他似乎一直得不到他父亲的认可。他父亲几乎把所有的爱和期待，都给了武学和智慧更加出类拔萃的宫焕宇。爹爹，太冷了。这么娇气，不配做我顾宏宇的儿子。你看你的哥哥，他是怎么练功的？所以公子羽就更加自暴自弃。不过，宫焕宇倒是挺疼爱他这个弟弟的。我知道河灯里该写什么了。河灯是你放的吗？是。云姑娘真是聪明啊，知道如果河灯被人发现，一定会朝着上游去追，查找放河灯的人，你就故意朝下游跑，绕个远路再回去。可你知不知道这一路上岗哨暗堡到底有多少？你随时可能……不是，我是真的想出去。雨公子，求求你，放我出去。而且宫门中一直有传言，说公子羽并非公家之子，他的母亲兰夫人在嫁入公家之前，已经有心上人，日夜思念，总是想着逃出宫门去，最终郁郁而终。父亲，女儿已经出嫁了，他们给的聘礼很多。我想母亲应该不用再辛苦地做那些手艺活，艰难养家了。父亲，我知道你一直遗憾，没能有一个儿子可以光宗耀祖。你总是对我说，一定要嫁个好人家，让镇上的人都看看云家的女儿是好福气的。但爹爹，我没有被执刃大人选上，可能要让您失望。这真的是写给你父亲的？送给他吧。河灯放好了。好戏马上开场。禀告旨，
这些茶叶是在上官浅小姐房间里搜出来的，那些粉末是从宋小姐房间里搜到的，装在这个药瓶里。这是。我要是你，我现在就把这指甲洗干净。站住！洗干净之前，把剩下的刮下来。你不是不想留下证据？找不到证据，宫门人就会一直追查，没完没了。是时候给这件事情做个了结了。怎么了结？给这个东西找个合理的主人。你给我，我知道该放在谁那儿。谁啊？孟四小姐。小姐，你这是患有喘鸣之机呀。若是有喘症，那绝对不适合长久的待在峡谷内，会加重你的病情的。没有，只是昨夜染了风寒，有些咳嗽罢了。我先歇着，等晚点儿再去给小姐单独会诊。粉末有毒。怎么会？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喘鸣之疾的药，不是毒啊！进入宫门之人，都会彻底搜查全身，任何药物都不允许携带。你是把这个小瓶子藏在哪里带进来的？我放在。有点出息。姑娘说是药，不知可否当面服用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这颜色不对。怎么？不能喝吗？果然。什么意思？可惜了这样漂亮的脸蛋，心肠却如此恶毒。带下去，把他送出山谷，请回宋家。是。不是我，你们弄错了，不是我。红色粉末查清了，该验验这些茶叶了。本来我想让上官姑娘亲自服用的，但她本人却不在。有趣。我来试吧。上官姑娘当晚和我们一起喝茶，她自己也喝了，我可以作证。所以，我相信这些茶叶没有问题，而且，确实是上官姑娘治好了我脸上的红疹。让我来吧。
既然云为山姑娘说的这么坦荡，那就不用喝了吧。知任大人，这不太好吧？你一碗水得端平吧？这是一碗茶，又不是一碗水。虽然她不用喝了，但是我想审问一下上官姑娘，为何？云姑娘刚刚可能没有注意听，所有进入宫门之人都需要全身搜查，不可携带任何药物或者武器进入山谷。云姑娘刚刚说，昨夜她是吃了上官姑娘的药膏才缓解了红疹，所以我想问一下上官姑娘，她的药膏是从哪里来的？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在这里等吧。上官姑娘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？不然天黑了，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别动！你是谁？上官浅，新娘。新娘，你不该来这里。我知道。知道还来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替我诊脉的周大夫说我气带馨香，体质偏寒，湿气郁结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只拿了个白玉令牌。我来这找他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子能治一下我这偏寒的体质。你就这么想被执任大人选中？之前想，现在不想了。不想还来？大夫说湿气郁结不利于生命。那你说之前想，现在又不想，这是何意？你应该就是公元芷少爷吧？现在的执任公子羽，在我眼里根本不配。最有资格当执任的是宫二先生，宫上爵。你很了解我吗？上官姑娘，上官姑娘，执任大人。上官姑娘，这是去了何处？前往医馆。哦，姑娘可有身体不适？前日替我诊脉的周大夫说我气带馨香，湿气郁结，所以只拿到了个白玉令牌。我前去找他是想求个方子，说不定就能拿到金色令牌，被执任大人选中，成为新娘。上官姑娘，
这宫门内地形错综复杂，你是如何找到驿馆的？而且，父兄遇害之后，这宫门内高度戒严，你竟然可以一路畅通无阻，有来有回。确实复杂，把我都弄晕了。幸得我遇到一个前去驿馆取药的姑娘，我跟在她身后才找对了地方。而且回来的路也好些折腾，天都黑了。小女子不知宫门内规矩，如有任何逾矩之处，还请知人大人责罚。责罚倒是不必了，不知者无罪，以后多注意就行。不懂的规矩，可以问傅某。这么轻松就过关了，多谢知人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一事想问问上官姑娘。知人请问，知无不言。江姑娘和云姑娘昨夜脸上突发红疹，江姑娘更是重度昏迷。云姑娘跟我说，她们都喝了你从家乡带来的酱花茶，所以我想问问上官姑知人娘，大人是不是想问，这酱花茶是如何带进宫门里的？茶是放在随行嫁妆里，是经过彻底的检查才送回我们房间的。知人大人如果不放心，可以去问一问负责检查新娘嫁妆的人。而且这茶我也喝了。是的，这一点，云姑娘已经帮你作证了。多谢云姑娘。云姑娘也说要感谢你。云姑娘，此话怎讲？云姑娘要感谢你，是因为她服用了你家祖传的药膏，才迅速消退了红疹。但是，茶叶作为嫁妆，只要被证明无毒无害，当然可以带进宫门。但有两种东西是绝对不可能被允许带入宫门的，那就是药物和武器。药膏作为严格控制的药物，上官姑娘是如何带进来的呢？天生带进来的。那一会儿麻烦上官姑娘把剩下的药膏交给侍卫，让他们带回医馆研究一下。如果真的是无害的良药，那倒也是无妨，只是希望以后不要再犯。但如若这药膏有异，我会再来找上官姑娘。就算是无害的良药，也是宫门的大忌，不可无妨。我说无妨就无妨。小卒卒，多谢知人大人宽宏大量。有事？你今天当真去了医馆？对，真是去找大夫？那倒不是，体寒气郁本来就是编出来的。我和你一样，在无风的时候就吃了好几个月的药，